各位好，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密码的一些事情，因为这个呢也算是我们瓜子泡茶系列讲 iPhone 内置 App 的其中之一。您可能会说，哎，好像我没有发现 iPhone 里面有一个叫密码的 App 呀。对，等到2024年的9月份，你就系统升级之后，你就能看到了啊。那2024年9月份呢，只要是高于 iPhone XR 的机型，都可以免费升级到最新的 iOS 18的系统。那在这个时候，所有的能够升级的 iPhone 用户就可以发现主屏幕上会多一个内置 App， 叫做密码了。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原因是因为2024年6月份的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在发布了这个 iOS 18的测试版之后，我就第一时间安装了测试版。那我用了1个多月下来，我发现这个密码 App 还是不但挺好用，还是非常有必要把它拿出来。因为原来啊，我们这个密码 App 里面的功能其实老早就有，它只不过是放在了你的设置里面，有一个设置的项目叫做密码。那藏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造成很多人忽略了这个功能啊。那把它拿出来，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的，因为把它拿成一个 App 放到主屏幕上更加显眼，也增加了更多的功能，这个让很多的普通用户可以因为一个免费的密码管理软件而受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提前把 iOS 18将要发布的密码 App 跟大家聊一聊。那聊密码 App 呢，就不得不聊到关于密码的这个话题啊，所以我想从3个方面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密码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密码的重要性啊。第2个方面呢，就是什么是好密码，什么是坏密码。第3个方面呢，就是如何管理密码。那我们聊到第3点之后，你就顺其自然的明白这个密码 App 是干嘛的了啊。那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也做了一点小小的板书，所以如果您方便看视频的话，觉得有需要，你也可以打开视频看到我板书的内容。但是还是跟我原来的视频一样，纯听也完全不影响你理解。那我们先来看密码的重要性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几乎每打开一个 App， 每登录一个网站都要输入用户名跟密码呢？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给你提供服务的这个服务商，他要知道你是谁啊。比如说购物网站，那你买的东西总不能跟邻居家的重复吧？那这个密码呢，我想大家普遍好理解，我只要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的银行卡密码啊，这个就非常好理解了啊，就类似于银行卡密码。那假如说你在好多个银行都有开户，那你可以一个银行设置一个密码。App 也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理解成手机里面的一个 App 就是一个银行，你在那个里面不但要有一个账户，还要有一个对应的密码。当然，你说我为了好记，把账户密码全起成一样行不行呢？这个技术上当然是可以的，那我们一会儿就会讲到啊，不推荐这个样子。那如果密码泄露了之后，其实银行卡密码泄露，卡号密码，卡号就是用户名嘛，密码就是你的取钱密码嘛。那如果这个泄露了，那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你的钱没了。但是如果你使用的这些网站的这个用户名跟密码泄露了之后，比如说遭到破解啊，其实现在泄露密码，你说有个人在旁边偷看你，这个已经不太可能了，就很少会有这种情况。有没有人还是有的，但是非常的少，大部分都是破解，而这个破解呢，也不是人工破解的，而都是用这个计算机去算出来的。那一旦他算出了你的密码，或者猜到了你的密码之后，那很可能就会对你造成一些直接的损失了啊，比如说你的聊天记录会都被看到，你的通讯录、联系人、你购买过的东西、你在这个网站都干过啥，甚至你的家庭地址啊、你的手机号等等等等，这些隐私就全部被盗取并且泄露了。那最轻的对你的影响，那就是你之后很有可能会收到更多的以垃圾开头的
信息，垃圾短信啊，垃圾邮件啊，什么垃圾广告啊，等等等等，就会更多。更有甚者呢，还会影响到你的手机通讯录里面的所有人。都会因为你的密码、你的信息被泄露了，那么你通讯录里的人也要跟着你遭殃啊，也会受一波这种广告垃圾的这个骚扰。这个其实是很多人都忽略的事情啊，而且我说的这个呢，其实是最轻的。那如果你在使用密码的时候完全不在意的话，那不发生你以为就没事，但一旦发生了，可能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损失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使用或者设置这个密码呢？那给大家说几个简单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一定不要使用简单重复或者纪念日的密码。只要你做到这几个不要，那你的账户安全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因为我在自己的这个10几年的工作经历当中发现，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接下来说的这几个：使用简单密码，使用重复密码，使用纪念日密码。什么叫简单密码？4个1、4个0、6个8，这种就是重复密码，也是简单密码。那如果说你说不重复，单简单的就1 2 3 4，就是8989、8686，就是这样子啊，这种都是简单重复的密码。这些都是不建议大家去用的，一则容易猜到，二则呢，这个在计算机在试图破解你的密码的时候，它优先尝试的就是这种简单重复的密码。那如果你正好是设置的类似于这种的，如果是拿一个计算机想破解你的密码，黑客想破解你的密码，那么你的密码会第一时间被破解掉。那可能同样是4位数字的密码，你设置一个1 2 3 4，跟你设置一个乱序的，比如说6 9 3 1，那可能1 2 3 4 1秒钟就破解了，就给你破解了。那6 9 3 1呢，它可能会花2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会破解。那这个对你的保护级别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纪念日密码是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更多的人会觉得，我的生日啊，或者我的某某纪念日啊，其实既不简单也不重复，那用这个不是挺好的吗？其实这个是大忌啊！很多人干脆用家人的生日啊，很多老年人喜欢用孩子的生日，这些其实都非常的危险，不太建议。因为什么？很简单，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的通讯录如果被盗取，你的通讯录里面可能会有这个生日信息。那如果你的身份证被盗取，比如说很多购物网站里面你可能都会登记了身份证和家庭住址，那这种情况下你的密码就会很危险。那包括现在中国大陆都是强制实名制的，所以理论上来讲，只要知道你的手机号，就会知道你的出生年月日，所以生日是最忌讳的甭管谁的生日都不要去用它当然了，邻居家的生日你也更不会去想它嘛。跟你能用的一定是你最亲近人的生日，但是都不要去用它。这个是我们说设置密码的最基本的原则哈。那我也不能光说什么东西不能做我也要跟大家去聊一聊，那该怎么办呀？简单的不行，然后这个重复的不行，生日纪念日也不行，那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密码会比较安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安全的密码它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的那分为这3个方面，一个叫做强密码，一个叫做 MFA， 还有一个是定期更换密码。那什么会被定义成强密码？有这么几个首先其实我们可以用 Apple ID 的密码来去套一下，你马上就知道了。因为大家但凡自己申请过 Apple ID 的话，你都知道它的密码的几项硬性要求，对吧？第一个，大于等于8位第二个，同时包含大写字母、小写字母和数字。第三个，不能有连续3个重复或者连续3个升序或者降序，比如说 ABC 123 321 XYZ， 这个都是不行的。那满足了这3个要求的，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是强密码了。
所以强密码其实大家会发现，它有这么几个特点吧。第一个比较长啊，越长越安全。第二个呢，它里面的内容比较多啊，比较乱，它包含的东西多，很多强密码还是包含特殊字符的，那这个就更加的难去猜测。但是呢，有些人的密码呢就喜欢用连续的，比如说你说什么都要包含，好吧，那我来一个 ABC 1、2、3，再来几个标点符号，点点点。那这样的密码是不是强密码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密码其实也非常的容易被机器的运算优先猜到。所以其实最强的密码应该是那种人脑子完全记不住的啊，才是比较强的密码。就一连串数字，比如说你这个密码可以多达26位，这个里面混合着有大小写字母，然后其中还有一些什么横杠啊那种，有点像什么呢？如果大家买过原版的一些软件的话，比如说 Office 啊，还有像早年的 Windows 啊，它都会有一个叫做激活码。哎，如果你能把那个激活码当成你的密码，那个就绝对是强密码了啊！即便用现在最强力的计算机连续运算200年，也算不到你这个密码到底是什么，那猜根本就不可能了。当然，这种密码呢有一个劣势，就是你也记不住啊。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第3部分再讲。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什么是强密码，也就是我们希望您每一个密码都能够达到我说的那种像激活码一样的强密码，这个是我们希望每一个用户能够做到的，而实际上你们都能做到的。别怕记不住，等一会儿啊，第3部分我会讲的。那第2个强密码的体现是什么呢？就是使用这个多重验证，可能都不是2次验证了，有些我遇到过3次、4次验证的都有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比你只有一个密码要更安全。那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比如说很多时候现在你密码填对了，你还要收一个手机验证码，那这种情况下2个都对才能够允许你登录。所以大家应该有印象说，一般给你手机发短信验证码的时候，里面都会附加一句说，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哦。它就是这个意思。因为2次验证码本来就是为了保护你的账户安全的。那如果说别人把你的密码破解了，你再把2次验证码也告诉别人了，那就完全没有保护的作用了啊。那第3个呢，就是定期更换密码。这个呢，一般来讲，个人用户很难做到。但是如果您曾经在一些大公司啊，比如说世界500强公司有工作经验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公司的登录账号，就比如你是公司员工，你要访问公司的这个服务器，或者你要使用公司的电脑，用公司的某一些软件，那么你要有一个密码，有个用户名。那这个密码一般大公司比较正规的、严格的重视这方面的公司，它都会要求你定期更换，一般是3个月更换1次同等强度的密码。那如果这3点能做到，我们就可以说我都不想加基本2个字了，就是能保证你的账户绝对的安全啊。当然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但是能做到这个，我觉得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就已经是我认为你就当是绝对也不会错了啊。但是大家听到这儿就应该不难发现，要做到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类来说太难了。就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么长的密码记不住，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谈到今天的主题了。刚才聊到的那些密码该有的样子，都是用密码管理软件能够做到的。那在 iOS 18之后呢，我们系统内置了密码 App， 这个我觉得是 iPhone 用户的一个大大的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下面列出了一个第3方的密码管理软件，这个我自己也是体验过的，叫 OnePassword， 当然还有类似的啊。那这种密码管理软件99%的都是收费的，因为它给用户提供的价值足以让他有底气收这个费。那你说我怎么不觉得？因为您还不太对这个密码
足够重视没有痛过那等到痛的时候就晚了。等你痛过一次，你就觉得它收费是有底气的那首先大家知道有一票的软件可以帮大家管理密码的，但是现在由于未来 iOS 18的这个发布内置了密码 App， 那您就可以不用花1分钱升级个系统，就可以用到跟其他收费软件几乎一样的好用的密码管理功能了。如果现在还没升级的话，你也可以去探索一下iOS 17版本或者之前的版本里面，进到设置里面会有一个叫做密码的。其实它只是用户界面不那么亲和了，但是功能其实不能说少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为什么要拿密码管理软件，以及密码管理软件能帮我干点什么。为什么要拿密码管理软件？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您听了我之前讲的内容，你就能够大概猜到了。我既要保证安全，又要保证我的密码能记住，那怎么办？人脑是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外部器官来完成娘胎里带来的内部器官已经没有办法完成这项任务了，因为你要对抗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超级计算机，它要破解你的密码，你怎么可能对抗得了呢？所以一定要用体外器官那这个就是使用工具来帮你记忆。所以如果用了密码管理工具，密码管理工具一般能做到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当然是帮你保存密码了，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它能自动的帮你生成密码。那也就是说，任何的网站当你要注册的时候，你只要填一个用户名，它就会自动帮你生成一个高强度的密码，非常长，人类绝无可能记住。而且每一个网站每一个 App 它生成的密码全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都是高强度记不住的，人记不住的。那你说我记不住，这太就是没有安全感了一定要跨越人类的这个生理障碍不要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每一次当你要登录这个网站或者这个软件的时候，这个密码管理 App 都会自动的跳出来帮你去填这个密码。那你可能会说，对，我密码虽然是安全了，但是如果别人用我的手机怎么办呢？他不就所有的密码都能够自动填上去，那我等不是没有秘密了吗？你说这个对也不对，对是对在哪里呢？因为你现在这个如果说我们说你把手机递给了别人，而你又帮别人把锁屏密码给解开了，那别人看到你手机里面的内容，你说这个该怨谁呢？那这是之所以对，那不对是为什么呢？不对是因为即便你把锁屏密码解开了，把手机给别人了，那么他想打开一个网站，你的网站或者你用过的 App， 这个时候需要你输入账户名、用户名、密码。那么当密码管理软件自动帮你填入密码的时候，它还要使用生物识别，也就是我板书里面打的最后一项，指纹、刷脸最常见的，当然还有虹膜这种也算甚至还有用声纹的，这都算是生物识别。它还有这样的一档子识别来去认证屏幕前的用户是不是你，那才会被填进去。当然拿枪指着你，那你就别想了。这种情况下，你就什么密码都没用的，你得主动交出去才可以那你只能靠你去跟他斗智斗勇了。那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些人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担忧，而不去用密码管理软件。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会怕，万一我要登录这个网站或者 App 的时候，我身上没有带手机我没有这个密码管理软件在身边，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首先想跟大家反问一句您现在不带手机的时间有多少呢？几乎是没有的吧。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早年我们用手机记录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最早有固定电话的时候，还没有手机的时候，您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你都是能背得出来的。现在呢，
自己老婆、老公、孩子的电话号码，自己爸妈的电话号码，你都不一定能背得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交给手机通讯录了。那你觉得这个影响你了吗？你有遇到过那种手机不在身边，要给别人打个电话，然后突然发现背不出谁的电话号码吗？概率非常之低。有没有？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至少要记住你最亲的那个人的电话号码。那你这个时候随便找一台电话，你都能把它背出来，然后通过它再去联系其他人，对吧？这个叫关键节点嘛。那我相信大家脑子里面至少能记住1到2个人至亲的电话号码，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一样的道理，对于 iPhone 来讲，你只要记住一个号码，就是一个密码就可以了啊。这个密码是什么呢？就是你的 Apple ID 的密码。只要你记住这个密码 ，Apple ID 的密码是没有办法通过密码管理软件来去自动生成的啊，它只能你脑子去记啊。不过你要硬生成也可能没准也可以啊，但是这个密码就不建议大家去生成了，你自己去记，但是要符合那些原则啊。其实 Apple ID 的原则我觉得已经足够了。那我还见过很多老年人，就是实在是自己想不出密码，想了个什么大写 A 小写 A 后面加我的手机号，这样也可以啊。你就算是这样，其实这个密码的强度也是足够的。只要别人不知道你这个，那你如果这样的密码被盗，那盗你密码的肯定都是你身边人。好，那所以聊到这儿呢，大家知道了密码管理软件是干什么的，那也帮大家尽量的排除了一下这个使用的顾虑哈。那我觉得以后如果看过我节目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手机iPhone 用户，甚至是手机的用户啊，现代的这个互联网用户，你们都能够合理的方便的去使用这个密码管理 App 来去管理自己的密码。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现在一直都是用密码管理 App 来去管理密码好长时间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这个一次性密码啊，叫 OTP。这个一次性密码呢，其实如果您是生活在中国大陆，聊这个有点尬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的 OTP 只有一种形式，就是短信验证码，没有别的形式啊。我原来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顾客，就是不止一个了，很多顾客就直接跟我说，就是现在的手机号比什么都重要，手机号比身份证号都重要啊！什么东西这个手机号就认证了，因为手机是实名认证的，那通过手机号就知道你的身份信息，然后通过你的身份信息就知道你的银行信息，你所有的信息都知道啊！所以现在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特色吧，一说到这个2次验证就是手机短信。但其实在全球的其他地方并不是这样，这个不管您现在生活在哪儿啊，我也想跟这个我的观众们简单的去聊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其实除了手机短信验证码以外，国外更常用的是邮件验证码，它的方式跟短信一样，只不过我们不收短信，收邮件。那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节目，你也会知道啊，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是不习惯用邮件的，所以天生这条路就被闭了啊。那只是用短信收2次验证码，但是出国之后，其实我个人，如果一个网站它只提供短信和邮件，我100%选邮件啊，我是不会选短信的，因为邮件更方便。现在 iOS 和 macOS 都有新的功能，就是验证码收过来自动填完了之后自动把这个邮件或者短信给删掉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贴心的一个功能，因为这个密码是一次性的。然而我更喜欢的一个功能呢是自动生成且循环每30秒变一个的这种2次验证的密码。这个呢既不会给你发短信，也不会给你发邮件，甚至不会给你的手机发推送。你只要原来的时候啊，你只要装一个一个2次验证的密码，这个 app 好像叫 OTP 吧，就是你这个 App Store 去搜一下这个 OTP， 你有很多这样的软件，就是你扫一个二维码，然后它就把这个2次验证的信息记录到这个软件里面了，然后它永远有一个6位数的密码，每30秒换一次。
那当你要进行2次验证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个软件打开，那你就看一下现在是哪个，你就把它填进去就可以了。那你只要别看的时候它还有2秒就换了，那你就先等2秒，然后再去填就好了。那现在呢，我们 iOS 18的密码 App 也支持这个功能，那更多的网站和 App 都会越来越多的支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给用户做2次验证。但是可预见的未来，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大陆还是短信验证码会长期的存在，不知道多少年我个人对短信验证码不喜欢实话实说不喜欢。但是我更不喜欢的是，一个没有选择的这个环境比如说我用一些中国大陆境内的一些软件，安全级别比较高，它一定要用2次验证的，但是它只提供短信的2次验证，它就不给你提供这个 OTP 或者是邮件这个我就非常的有意见了我就不想用这个软件，就是这种感觉。差不多这个我觉得今天的时间有点长，我努力控制不超过半个小时，但是我相信我聊的内容应该会让一些我的观众们有一些受益。那我也建议各位，一旦到今年9月份发布新的 iOS 18了，也可以第一时间升级。然后呢，如果你之前用这个设置去管理密码的话，它会自动的帮你把设置里面记录的密码全部都导入到这个密码的 App 当中，那方便你进一步的去管理。而且密码 App 和原来的设置一样，它会自动的检查你自己起的密码强度够不够。如果它发现你里面有1、2、3、4这种，它会主动的提醒你这些密码已经被泄露。希望你能够第一时间访问这些简单密码的网站，去把它改一个比较复杂的密码，来保护各位的这个设备和信息，最主要是信息的安全。好，那我想今天呢，我就先暂时讲到这儿。我讲着讲着呢，觉得其实应该对于一些初级的用户还是会有一些问题跟迷惑，但我觉得没关系我先抛砖引玉。如果大家还想到任何的问题呢，非常欢迎各位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我会尽可能的回复大家。而且现在我也有很多的热心观众也很喜欢助人为乐，他们也会回复各位的。那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还有订阅。如果觉得有用，也欢迎各位推荐给自己能够看到我的视频的好朋友。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